最近看新闻有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都知道朝鲜早早就搞出了自己的核武器，但是伊朗折腾了这么多年，怎么还是没造出来？到底是他技术不行，还是搞不到原材料，还是他根本就不想造呢？你想想看，伊朗跟朝鲜这两个国家，他们其实处境挺相像的，都是想要那个终极大杀器核弹，都被美国当成是眼中钉，被各种国际的制裁搞得是够呛。但是这两家的套路好像是完全不一样。伊朗就像是一个特别有耐心的蜘蛛，它在核门槛边上小心翼翼地织网。这张网织的是又复杂又精密，甚至可以说非常优雅，但它就是不肯迈出最后的那关键一步。但即便如此，伊朗也搞得他自己的对手都不敢轻举妄动，某种程度上也算达到了有这个核威慑的效果。而朝鲜呢，更像是一头非常莽撞的猛虎，直接就上来粗暴的撞开了核武库的大门，然后对着全世界吼一嗓子：“老子已经有了，你们看着办！”所以，如果我们想搞明白伊朗，就要先说一说他们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这个老哥的想法，基本上也就是解开伊朗核战略的钥匙。哈梅内伊其实有两个噩梦，一直让他睡不着觉。第一个是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把伊朗的这个民选政府给推翻了。第二个是看到卡扎菲被灭掉，还有就是苏联解体。从这两件事情里面，他得出了两个关键的教训。第一个就是美国这个家伙永远都信不过，他就是想搞垮你。第二个，如果你要对西方示弱妥协，那你就等着政治自杀。所以，伊朗所有的这些战略说白了就是为了一个目标：政权要生存下去。但是伊朗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他在国际上基本上是一个独行侠。虽然中国跟俄罗斯偶尔会帮他说两句好话，但真的要打起来，其实谁也不会为了救德黑兰去跟美国拼命。所以这么一个孤独的玩家，要怎么样在一桌子都是高手，而且都想搞死你的这个牌桌上活下来呢？伊朗想出来的办法就是这一张由三大支柱组成的生存大网。第一个支柱就是不要跟你硬碰硬。伊朗很清楚，就是自己的正规军队肯定是打不过美军的，所以他就培养了一大堆的小弟，比如说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啊、伊拉克的各种民兵等等等，这些招数其实比较聪明，因为他就好像是在你家门口豢养了一群恶狗，真的要打起仗来，这个战场也是在你邻居家的院子里，不是在你自己的客厅里。与此同时，他还拼命地发展无人机跟导弹。2019年那次精准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全世界都震惊了。所以等于说在告诉所有的人，我就算打不死你，但是我也有能力让你疼得要命。而第二个支柱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这个升级的陷阱，这一招更绝，完全是心理战。伊朗通过他那个小弟跟他的导弹，不停地给美国跟以色列传递一个信号：你们可以对我来一次小规模的外科手术，但是你们敢保证这不会引发整个中东的大战吗？你敢保证石油的油价不会飞上天，让你们经济崩溃，然后深陷泥潭吗？这样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就像一个黑洞一样，让对手根本就不敢下定决心来对他发动全面战争，因为没有人敢赌。第三个支柱就是核门槛的游戏。注意，我说的是门槛，不是冲刺，因为伊朗其实并不着急马上造出核弹，他要的是一种临界的状态，就是永远站在核门槛上，但是不愿意下来。什么意思呢？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据，伊朗其实已经有了大量的接近武器级别的60%丰度的浓缩铀，它的这个突破时间，也就是真正造出原子弹需要的这个时间，其实已经缩短到几天了。只要最高领袖一声令下，随时可以开火做饭。但与此同时，伊朗的最高领袖又一直用伊斯兰教的这个法特瓦来明确禁止制造核武器，那这一招实在是太聪明了，既保留了最后的王牌，又没有完全撕破脸，给自己将来留下了谈判跟做交易的余地跟空间。那前一段时间，我们看起来伊朗用这些好像没有那么先进、不怎么样的导弹，然后不慌不忙，但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然后发动这种袭击，其实就是在向全世界，主要是向美国展示说，我们是有能力把事情搞大的，只不过我们现在非常克制而已。伊朗的导弹实际上就是在劝特朗普，你要做决定来全面升级这个战争之前，最好先冷静，好好想一想。当然，我们也看到
特朗普的确是非常清晰的接收到了这个信号。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他刚刚决定要不要对伊朗动手这个决定推迟了2周的一个原因。那为什么伊朗的核策略是这么的模糊、耐心，但是又充满了算计呢？他发展了制造核弹的所有的技术，让自己无限接近那道门槛，但就是不愿意推开那扇门。这个就是有着几千年波斯文化的这个老司机的心态，就是我不摊牌，让你永远猜，永远要忌惮我。那伊朗在中东可以说是战略性孤独，周围全是逊尼派的死对头，背后是以色列跟美国的重重压力。它跟俄罗斯、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基于共同对抗西方的这么一种生意伙伴关系，远远算不上什么铁哥们。伊朗还有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有庞大的中产阶级，所有这些人其实是渴望与世界接轨，对于经济制裁的这个痛苦是感受很深的，所以伊朗政府必须要在强硬跟老百姓的饭碗之间找一个平衡点。那这样一张核门槛的牌，既可以是保命的盾牌，也可以是放到谈判桌上的筹码。所以我们看到伊朗这个蜘蛛，它其实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也有很多的算计。但是看完了精于算计的蜘蛛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头简单粗暴的猛虎朝鲜。朝鲜的逻辑跟伊朗是完全不一样，它是另外一套设计。朝鲜政权当然也很想活下去，但是它的生存手册上好像就只有一页纸，上面写着最大的2个字“核弹”。朝鲜的核武路线完全可以用 MIT 教授维平纳朗的理论来解释，就是2个字：冲刺。没有什么模糊地带，没有什么对冲，就是一路狂奔，公开的、快速的、毫不掩饰的直奔终点。朝鲜搞了6次核试验，一次比一次威力大，最后甚至说是引爆了氢弹。它密集试射了各种导弹，还搞了什么高超音速导弹，甚至包括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火星18号。更绝的是，它直接就把拥核国家这个事情写进了自己的宪法。这是一种什么姿态？这其实就是随时准备掀桌子的姿态。他是在告诉全世界说，别再讨论怎么阻止我拥核了，拜托各位，游戏已经结束了。那现在你们要讨论的是，怎么样跟一个已经有核武器的朝鲜来打交道。那所以问题来了，伊朗人那么小心翼翼，朝鲜他凭什么敢这么莽？那答案其实就在地图上，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但是没有几个人会意识到这个国家在这件事情上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当然不是说中国支持朝鲜拥核，恰恰相反，在自己的边境性上搞这些核爆试验，北京对此也非常的头痛。但是中国有一条不可以动摇的底线，就是绝不允许朝鲜政权崩溃，绝不能够让一个亲美的统一的朝鲜或者韩国在自己的家门口出现。中国人会兜底这条底线，反倒成了朝鲜这个熊孩子更加肆无忌惮的底气。这意味着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中国是朝鲜的生命线，它再怎么被国际社会封锁，也饿不死，也垮不了。其次，对于朝鲜的任何军事打击，都必须要考虑到中国的感受，都必须要考虑到一个终极的风险，就是会不会把中国给扯进来，会不会惹毛了中国。没有一个人真的想再来一次朝鲜战争。也正因为有中国这个战略托底所以朝鲜才敢如此有恃无恐。这就是伊朗做梦都想要的奢侈品。再加上朝鲜基本上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堡垒型的国家，那老百姓的信息非常闭塞，经济完全是为战争服务的。被制裁其实早就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人家根本不在乎，因为搞核武器再多几项，对不对？所以你看，朝鲜看起来简单粗暴疯狂，但是在他的处境底下，他做的这些却是最符合逻辑的选择。那一个国家的核战略本质上是取决于这个国家到底有多脆弱。你到底有多脆弱，也就决定了你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用核武器来寻找到你自己的安全感。那伊朗是战略的孤儿，它在地缘政治上非常孤独，面临的威胁是多层次的，而它国内社会又相对的开放，对于制裁比较敏感，所以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走一条精巧的、复杂的、步步为营的对冲之路，它必须要在钢丝上来跳舞。而朝鲜
它是一个被庇护者，它有中国的战略托底，它面临的威胁非常单一而直接，就是美国。但是国内又高度的封闭，对制裁有极强的韧性，所以朝鲜它有资本选择最简单、最粗暴的冲刺之路，它可以硬碰。这个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比较深刻的、近乎冰冷的结构性力量在起作用。伊朗的精致跟朝鲜的粗暴，都是他们在各自的生存困境当中被逼出来的最优解。那既然聊到了伊朗跟朝鲜，怎么能够少得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巴基斯坦呢？那说起来，其实朝鲜跟巴铁两家早期的核技术，都和一个巴基斯坦科学家建立的这个核武黑市网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算得上是师出同门。巴铁的这个核战略其实比朝鲜还要更激进，他把核武器从终极的这个威慑悄悄变成了一个常规战术的一部分，因为巴基斯坦它面对的是国土面积、人口、经济跟常规军力都要数倍于自己的邻居印度。那为了印度的所谓冷启动的这种军事的理论，其实说白了也就是闪电战的印度版，快速打进巴基斯坦，让巴方来不及反应。所以，巴基斯坦的将军们为了应对他们这样一种策略，想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甚至也可以说是非常疯狂的策略，就是他们不再把核武器供在神坛上，而是把它做成了便携版战术核武器。这个东西的射程非常短，也就只有几十公里，爆炸的当量也不大，但它的设计目标不是要毁天灭地，也不是要摧毁对方的什么城市，而是要在战场上直接把印度的坦克部队、坦克集群给轰掉。所以巴基斯坦的这个逻辑非常简单：如果你的坦克敢越过边境，我就在自己的国土上用一颗小型核弹来招呼你。这个就是所谓的全谱威慑，它不是为了跟你同归于尽，而是为了在棋盘上每一步都精准的将你的军，然后让对手不敢轻举妄动。这是一种阴冷、精密、充满了计算力量的威慑，它的指挥权也相对的理智，然后集中掌握在一个由军方跟政府高层组成的国家指挥局手里。那所以讲到最后，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中国才是所有这些事情背后的大冤种，被人家当靠山，但结果邻国当中出了好几个核武国家，给别人兜底，却结果恰恰给了别国任性跟冲动的底气。就像一个知道闯了祸家里的大人一定会为他收拾烂摊子的小孩，他的行为自然会更大胆、更出格、更冲动、更具有挑衅性。所以当我们拨开所有这些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的外壳，其实最后就会看到，这是一种深刻的原始的人性，这是一种有恐惧、骄傲、历史的屈辱感跟对生存最本能的渴望共同编织的一个对于核武器的渴望。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核武器就是在政权安全这样一种算法底下得出来的最优解，也是唯一解。那理解了这些故事，我们会得到一个什么启示呢？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一刀切的解决方案。看起来好像这几个国家都在追求拥有自己的核武器，但只有用心去研究他们背后的逻辑跟决策的过程，你才会发现，其实每一个国家面对不同的情况，他们会有自己非常独特的选择。只有了解对方的这个处境跟他的脆弱，才可能做出有效的沟通。那随着科技的发展，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国家站在核门槛前面，他们会选择成为蜘蛛呢，还是猛虎？这不仅决定他们的命运，也会深刻影响世界上每个人的安危。关于朝鲜、伊朗跟这个巴基斯坦他们的核武器的战略和生存之道，您觉得哪种策略其实会更成功？欢迎您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您的看法。如果您觉得这一趟的思想的旅程对于您有启发的话，请别忘了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未来更多精彩内容。祝您有兴趣愉悦的一天，谢谢。